各位朋友，有粉丝让我讲讲，说这个中国驻印度大使好像是出事儿了啊。这个事儿呢没有官方的报道，但是呢我从各种蛛丝马迹来分析的话，大概率的这位中国驻印度的大使要完。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中国的网络上出现了一大批揭露印度人呢利用中国的旅游签证在中国呢这个非法滞留甚至是到街上去摆摊而且呢还有人呢是那个拖家带口的。而且我看中国的网络上爆料说，中国驻印度的大使馆把这个签证的前期的所有的工作都外包给了一个公司，而且呢在短时间内发放了几十万份对印度的签证。那这个印度如此腐败的国家里边，就有中国网友质疑了，你说这个大使跟那个外包公司没关系吗？那整了一批这个什么样的印度人都塞到中国去了。咱们先来看看乱象吧。广场上，印度人终于开始集会庆祝了。最近有群印度人在成都过印度传统节日撒红节，几十个人聚在成都广场上又唱又跳，还抛洒红色粉末，扔得到处都是，地上满是红色粉尘，有些还随风飘的到处都是。说实话，这些粉尘飘的到处都是，肯定污染环境，而且不知道印度人活动结束后有没有清理现场。说实话，按印度人的性格，他们不扔垃圾就不错了，清理这些粉尘他们大概率不会动手。最后可怜的还是环卫工人，这些粉尘特别难清理干净，还得用水冲才行。这次还好只有几十个印度人，要是像加拿大那样来几千几万人搞大规模集会，那也太吓人了。他们随便办个活动，咱们多年的环境保护成果可能朝夕之间就没了。以后来中国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他们办各种活动会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不便，政府应该早点制定相关政策，提前想办法，别让这些活动骚扰到百姓。印度教的节日本来就多，这种带宗教色彩的庆典，按规定不是应该去宗教场所举办吗？到底是谁支持同意办的这个活动？要是日本人、韩国人想办类似活动，会被允许吗？再这么放任下去可不行，得对来中国的外国人严格规定，必须接受中国的风俗礼仪，遵守中国的规则和法律。要是外国人想过自己的节日，只能在自己住的地方过，或者回国去过，不然就得承担严重后果，身上连100块都掏不出，却拿到了中国旅游签证。唐家凤直接开队，这人怎么进来的？按照正规的旅游签证审核流程，申请中国旅游 L 字签证必须提供往返机票订单、全程酒店预订单，并且开具充足的旅行资金证明，证明你有实力在这里吃喝玩乐，而不是来讨饭拉胯的。而身无余资，没有完整行程，全程打算靠乞讨度日的印度博主，每一项核心条件都是硬伤，完全不符合旅游签证的基本原则。结果呢，人家还真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吃白食、睡大街、蹭便利店，被拒绝就拍视频，拍完就往外网一传，说中国人冷漠无情，中国城市落后破败，一套组合拳打完，吃了饭，赚了流量，黑了人，全身而退。这事儿离谱到什么程度？连数学教授汤家凤都忍不住亲自下场发文拷问，因为这事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中国旅游 L 字签证的审核流程有明确规范，申请人必须提交有效期6个月以上且有空白页的护照，完整的签证申请表、行程安排，以及往返机票预订单和酒店预订证明。财力证明更是硬指标，必须通过近3个月的银行流水单，证明有足够资金支撑再花全部花费。百度百科的数据给出的标准是每天按100美元折算，一趟中国行就算只待7天，银行里也得趴着700美金。这位 Kaushik 什么配置？150元人民币够干什么？够在中国住青旅1晚上，够吃3-5顿饭，然后就没了。他既不是留学生，也不具备外籍务工人员资质，入境途径只能是旅游签证。那他提交的那些往返机票订单、酒店预订单、银行流水是怎么来的？答案只有一个，材料是编的。说的客气点叫准备充分，说的直白点叫造假。据权威信息平台报道，该博主极有可能提前准备了虚假的行程规划、伪造资金证明等合规材料，才顺利骗取合法签证入境。到了中国之后，报备的旅行计划一概不执行，
直接进入3000套流程。这里需要说清一个操作细节：申请中国签证时，提交的材料只需包含姓名、日期、订单号等信息即可，无需提前完成费用支付，也无需上传发票。这意味着什么？你订一个航班，出一个预订编号，截图上传，1分钱没花；你订一个酒店，确认函到手，操作完成，1分钱没花。你银行卡余额不够，做一个假的银行流水截图，照样上传，系统不会去验证你账户里到底有没有钱。这道口子在严格审核和便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但平衡一旦被利用，就成了漏洞。更值得复盘的是，类似事件并非孤立。近1年来，多名印度博主用同一种套路入境中国，有人带150元宣称低成本生存挑战，有人带1000元扬言在中国能生活半年以上。他们入境后的操作惊人一致，不旅游不消费，直奔商场、便利店、居民区，索要食物、蹭住、拦车拍摄，拍摄内容高度同质化，展现真实的中国面貌，把镜头对准路边垃圾、陈旧房屋、被拒绝时工作人员的冷漠表情，剪辑成负面素材发到海外平台，再用中国人不友善、中国物价太贵、中国城市落后之类的标签获取流量。这已经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为了，这是一套被验证过多次的流量生意，成本几乎为零，收益却相当可观。流量是他们的，抹黑是真实的，但买单的是谁？是中国人的善意，是签证审核的公信力。自2023年以来，中国持续释放开放信号，大幅便利外籍人员来华。2025年12月起，印度公民首次申请中国签证可全程线上提交，无需亲自前往使领馆。2026年底前，停留期180日以内的短期签证申请人免采指纹，可委托他人递交材料，签证费也同步下调，一次入境降至30美元。这些政策的初衷是降低门槛，促进民间交流。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便利不等于宽松，友好不等于纵容。签证体系是一个双向筛选机制，筛选出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了你会迎来什么样的客人。如果一个连150元都掏不出来的人能够轻易申请到旅游签证入境，那就说明筛选机制在执行层面出现了偏差。正常的审核流程应该过滤掉经济来源不明的申请者，因为经济能力不足往往是其他风险的前置信号。这套标准在国际通行的签证审核中是共识，不是什么苛刻条件。杭州的街头摊贩这2年越来越多元化，可是当一名持旅游签证的印度男子在城中心摆起飞饼摊，居然引发了市民和网友的一场大讨论。网络上的评论热浪一波接一波，有人好奇地围观异国小吃的新鲜，也有人直接质疑他这样做合规吗？食品安全、签证使用、卫生情况，这些背后的问题谁来监管？街头新奇的小吃摊到底会为城市带来活力，还是隐藏着一颗随时可能爆发的雷？事情起初就是这么简单，一位印度小哥拉杰带着旅游签证来到杭州，没办工作许可，没有健康证，也没拿到食品经营许可证，却把印度飞饼的招牌摊开就卖。说实话，异国小吃确实吸引了不少路人，但随之而来的困扰也不少。群众眼里的街头摊贩卫生状况全靠自觉，各种食品安全隐患让人提心吊胆。有人拍了拉街摊位内脏乱的操作台和没有任何证件公示的小摊，放到社交平台引发关注，举报电话没断过。老百姓的焦虑不是空穴来风，谁愿意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险？没过多久，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就接到举报，直接赶到现场，整个过程都很教科书，迅速查明本人身份，固定证据，查扣相关工具，对无证无照经营现场整治，对拉杰明确说明他的行为涉嫌违法。执法部门表态，旅游签证不允许在国内从事盈利性活动，更别说涉及食品安全的摊贩生意了。这一步步流程都在众目睽睽下一气呵成，完全经得住检验。相关法规更是白纸黑字写着，食品经营必须证照齐备，健康证和经营资格一个都不能少。网络上关于这个事件的讨论很快变得激烈，最主流的声音其实也很简单，食品安全是底线，外国人也得守规矩。哪个国家会允许游客来摆摊卖吃的？公序良俗、普世法律，没什么特殊化。如果谁都能随便在城市里支个摊卖东西，不用证件，不用担心被查，城市治理还怎么说得过去？甚至有网友感叹，碰上这样堂而皇之踩红线的人，哪怕是国际友人也要法不容情，这才是公平。记者采访了几位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他们说这2年外籍人员违规就业和经营的情况其实越来越多见。旅游签证是 L 字签，只能旅游，严禁一切打工创业行为。工作人员说，我们都是照章办事，要是都放纵了，
花几十块钱买张机票，随便干，都不成气候了。而相关法律也一目了然，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都明文规定，境外人员要就业，先要取得劳工部门批文，再申办工作居留证，旅游签证不允许打工，一旦查实就得接受罚款甚至遣返，拉入黑名单的处罚。有意思的是，这事还把外籍务工的大背景点明了。最近几年，各地对于黑工非法摊贩的打击明显加码，媒体也屡见报道。就比如浙江、广东、上海那些热门城市，相关部门不但加密巡查频率，微信小程序、政务热线的举报渠道也很畅通，居民的参与度大大提升。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因证照不全查处的流动摊点同比增长 13.2%， 其中外籍人员违法经营涉及的处罚数量也创了几年小高峰。一切都说明，想靠打擦边球钻法律空子早已经行不通。而说到路边摊贩，讲究卫生，证件齐全不是谁的特权，全社会都是一个标准。小摊贩生意虽然不起眼儿，但卫生安全从不容马虎，出示健康证，符合食品加工管理规定，这些要求对所有人无例外。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摊贩的日常巡查几乎从不松懈，居民投诉举报流程非常高效。自2019年以来，国家持续推进路边摊贩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很多省市推行摊主备案登记制，严控三无食品，问题食品流通渠道逐年减少。比如深圳在去年专门开展路边摊贩亮照经营，1年内违规率降低了近40%，这成果让很多市民拍手称快。专家们怎么看呢？有学者分析，外籍人员非法打工和食品摊贩卫生乱象，其实背后反映的是都市治理的细节短板，监管压力其实越来越大，尤其是外语交流困难，证件查验难点大，而且有些外籍人员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违法。一个做过餐饮安全调研的业内人士告诉我，食品摊贩的无证上岗，卫生状况令人堪忧，有些商贩甚至连基本的消毒习惯也没有。相关调查显示，2023年市民最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前2项就是街头摊贩卫生不达标和来源不明。其中 46% 的受访者表示很少在无证小摊购买熟食品。很多网友留言说，如果城市发展只是靠海纳百川，把所有规矩都打碎，最后大家只能自食其果。好吃很重要，安全更重要。杭州的印度飞饼摊提醒我们，欣赏多元文化的确难能可贵，但法律底线就是红线，不能轻易突破。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只要在中国做生意，都得尊重规则。城市该有包容，但必须有秩序。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有特色的新鲜事物，更不愿一次疏漏带来的不幸发生。这事最后的结果就是那句老话，规矩就是底线。喜欢美食没错，但无论谁都别想着绕开法律管一手自来水的生意，别因为一口新鲜就放弃了该有的安全感。各位，你要说这个驻印大使的这个事儿，你说外媒说他，对吧？那也可能是属于这个空穴来风，是吧？你看看，连中国的头条上都在指名道姓的说他了，而且这种文章头条根本就不删。你们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规矩的话，你们就明白了吧？你说这个大使是不是要完啊？各位看看啊，这个头条是怎么说的呀？说中国对印度的签证没有暂停，反而持续简化和放松。这话听着可能让一些人心里不舒服。咱们先看官方实锤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去年12月贴出正式通知，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印度公民申请停留180天以内的短期赴华签证通通免采指纹。这省掉的不是一个小步骤啊！原来采集指纹要本人到场排队等半天，现在直接砍掉，出签速度快一大截。另一个更关键的是，印度公民首次申请中国签证可以走线上提交资料，不需要本人跑去领事馆排队交件，再加上之前已经落实的取消强制预约、下调签证费，这几项叠在一起，哎呀！驻印大使徐飞鸿披露过一个硬数字，截止到2025年9月22号，中国的使领馆已向印度公民核发了超26.5万份签证。
那是2025年。那今年呢？到今年多少呢？有的那个网友透露啊，说一个月10万份打不住，因为他有一个代办公司了。好家伙，那个网友说，另一方面啊，印度那边对华签证至今没有对等放开。2020年之后，印度把中国公民的入境卡得死死的，直到2025年7月才象征性的恢复了旅游签，审批极严，量极少。人家的门是半掩着的，咱这边门是敞开着的，这个反差太大了啊！你看看，中国的网友呼吁啊，审核要从紧了，方便正常做生意、留学、探亲的合法申请人，该查的背景、资金、行程真实性一道都不能模糊，门开多大是咱的气度，谁进门待多久干啥去，得按规矩定死，这才是大国做法，不赌气，不乱来。甚至把这个中国驻印大使的照片都放上去了，没人管，没人删除，你就明白了吧？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中国驻印度的大使可能要麻烦啊。那如果再进一步查一查的话，那有没有腐败行为啊？那就更麻烦了。各位，你们同意我的判断吗？这不是我危言耸听啊，这是中国头条。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